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一些蛮特别的资料，对，是一系列来自一位人家称呼老师的人，他的一些问答录啊、笔记啊，还有语录，没错，内容感觉跨度很大耶，有哲学思辨、身心修炼，甚至对科学、宗教，好像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是啊，而且，风格非常强烈，充满了那种个人化的诠释，还有不少概念，跟你平常想的可能不太一样。听起来就很值得探讨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想帮你从里面梳理一下，看看有那些核心的洞见，找出那些会让人啊哈的点。对，就是那种知识点，还有也看看他提供了哪些实际可以操作的练习方法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深入聊聊。好啊。那从哪里切入比较好？我看资料好像一直提到心跟意识的区别，这个是不是理解的基础啊？没错，这个区分非常关键。资料里面一直强调那个心是指一个更根本、好像不太会变动的真实层面。嗯哼，他说，从心界来说，价值是佛性平等，这就在暗示一种超越现象的普遍存在的内在真实性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那意识呢？就是我们平常感觉到的这个。对，就是我们日常体验到的会变来变去的这个现象世界。他还有个说法，说 On 在心界叫自己，在意识叫我，哦，这个有意思，自己跟我。是不是？他就在区分一个本源的，可能跟宇宙是一体的自己，还有一个在现象世界里被各种经验想法所塑造的我。了解。那有这种基础，他对我们熟悉的，比如科学或宗教，看法一定也很不一样吧？确实是，资料里态度蛮批判的，像是提到物理学的基础假设说是极错误，哇，这么直接？对，或者像是区分佛经讲的那个本心本性，跟后来制度化的佛教说两者差了18000里。所以他觉得要回归源头，不要只看表面的仪式或解释。没错，他的重点好像一直都是要超越既有的框架教条，去追求那个更根本的真实，回到自己的体验跟本性上。这个态度感觉也延伸到他对因果轮回的解释上了吗？不是我们常听到的那种三世报应。对，这个也蛮特别的。他说有因果定律，但又不是简单的这辈子做好事，下辈子就好报那种。那是怎样？他提出一个一年总结一次总账的概念，还强调事平等。1亿年，这格局也太大了吧？对啊，听起来就是重点已经不在个人层次的奖审了，更像是一种宇宙等级的平衡机制。平衡机制。他说轮回是为了了业了缘，意思就是给你机会，透过扮演不同角色，经历不同事情，去学习，去化解掉以前的纠葛。所以重点是学习跟最终的平衡，甚至可能角色互换。对，他有提到，可能以前的好人变成现在的坏人，反之亦然哦。重点是那个过程中的学习跟调整，最后达到一个大的平衡。了解了，这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。那除了这些比较形而上的理念，有没有一些具体大家可以试试看的方法？你刚好像提到有练习。有哦，资料里提到一个叫长音圣号，长音圣号。对，就是念阿弥陀佛这4个字，但要求每个字都用长音一口气唱诵，拉长音念。对，一口气把它唱完。他说目标是达到一心不乱，透过这种专注来净化心灵，提升能量频率。他还有提醒哦，说念的时候如果分心乱想，可能会招来不好的影响。哦，那如果累了呢？这点也很有趣。他说如果念到觉得疲倦想睡，那就是达到休息放松的目的了，就应该停下来去睡觉，顺其自然。很强调顺应身体反应诶。那还有其他的吗？好像还有看到什么歌，还有拍打。有，提到一个5行6韵歌，说是一种疗愈音乐，可以跟长音圣号搭配用，搭配用效果更好。据说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，用空心掌拍打头2侧太阳穴上面一点的那个肋骨穴，拍头，拍几下？拍300下，说是可以活化细胞、排毒强身。你看，
这就是把理念落实到身体操作上了。真的耶，从宇宙观到拍穴道都有。那日常生活的智慧呢？像善良这个词，它好像也有特别的解释。对，这个也蛮值得思考的。他把善良拆成善跟良。哦，怎么说？善他解释成是平等、平衡，没有差别对待，好的坏的都一样看待。那良呢？良就是有分别心的，会偏向好的、正向的那一面。但他也强调，你要先理解那个对立面，那个不好的，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慈悲跟宽恕。哇，这又是一种超越一般道德评判的角度，是不是？这种看事情的方式，也体现在他解释放下的时候啊。那个握沙水的比喻，对，他说手握紧沙水，水会流光。拿起放下本来就是自然的。如果你硬要抓着不放，那个才叫固执。他说关键是去领悟拿起跟放下之间那个空档，那个空的感觉，而不是执着在抓紧或放掉这个动作。了解。好，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，真的接触到一套很独特的思想体系耶。对啊，从心跟意识的区别，重新看自己，然后质疑现有的科学、宗教，还有那个超广角的因果轮回观。再加上很具体的练习，像长音圣号、拍打穴道，对，还有对善良、放下这些生活词汇的，蛮深刻的诠释。总体来说，这些字要的核心概念，好像都围绕着几个方向：一个是回归本心，一个是平等平衡，还有那个了业了缘。它就是不断鼓励你，不要只看表面，要去质疑、去探索自己内在那个更真实的部分，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路径。那么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想一想好了。资料里面一方面说我不是我，是我自以为是的我，但另一方面又说宇宙是我，我是宇宙，这两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如果结合我们刚刚讨论的心跟意识的区别，还有那个本源的自己跟现象中的我，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个值得好好想一想。或许这就是你可以继续往内在探索的一个方向。